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《武术新传》，遇见陈阿茂老师。我们今天再次遇见了武术大师陈阿茂老师，赵冠利，赶快来跟陈老师先打声招呼。老师好，大家好，观众朋友你们好，老师好。好，那这个镜头前高老师，嘿，主持人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还有我们的学妹，大家好，谢谢你们一起参与。好的，老师，朋友这一个题目虽然简单，可是意义深远，而且是个好题目。我觉得这个特别想请教您的看法。老师你好，怎样才可以有好姻缘？哇，这个题目很大，而且应该是很多人这辈子都很想需要。对，这要分3大区块来论。先从姓名学的角度，有些客人坐下来，我就跟他讲说：“哎，帅哥，你就是不怕没有人爱，但是你这辈子就不会有太太。”老师你怎么这样讲？所以有人长得又帅，可是到最后竟然都会无缘的结局。所以姓名学的第3个字对男孩子叫做妻跟财。那妻跟财都空空的，你怎么可能会有结果？是。那对漂亮的美女，我说好奇怪哦，为什么你爱的男人都对不起你，你不会爱的男人都好爱你？他就这样子，老师怎么会这样子？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这在姓名里面的话，第2个字讲情，所以男人重财，女人重情，所以女人在姓名学的第2个字一定要让男人疼惜捧在手掌心。那男人虽然长得像我这么丑，我的第3个字只要好，我的福旺财旺代表也能够得到好太太。所以姓名学的角度就第1个区分。第2个区分就是我们的先人的阴宅。先人的阴宅，那叫做我们的遗传基因。是，有的时候老师到山上去帮人家看风水，那经过的一些比较奇特的那个风水，我会讲说，这一门风水他们的杨氏子孙，可能男人外面桃花特别多。他说老师你怎么看？我就介绍给他听。然后这一门的风水我认识，真的如你所讲的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光我们祖先的阴宅都会影响他杨氏子孙的能不能娶老婆，能不能嫁出去。对，所以有些阴宅得民不得利，得财不得丁。是，那我得财不得丁，那丁又不是我们生的，丁一定是另外一半替我们生的嘛。我得财，但我不得丁，那代表我们这个家可能很赚钱，但就是无后。所以就说，第2个角度在先人的阴宅太会。第3个就是在我们的住家的阳宅。是，住家的阳宅，我们讲说，这个家前面代表他的子媳。是，那子媳如果都不对，有简单一个口语叫做公庙前主错祸，公庙前周处后不宜居住。那不宜居住，为什么不宜居住？因为前面代表子女，代表子媳，公庙前跟主错祸代表人的那个下一代，主错祸就像颓废的老人，那谁嫁给你的小孩啊？那如果是公庙前呢，我们小孩你把他当神供在那边，我的女儿嫁过去，那是要给你欺负啊！你的儿子那么霸道，我们怎么敢嫁过去？所以在阳宅学里面，老师举的这只是其中之一。那女孩子姻缘会出不来的，还有第2个就是在我们住的房间里面，女孩子的富容、富德、富功，跟她的夫心明不明，就反映在她的梳妆台。所以我的外阳宅不怎么样，可是我的梳妆台只要摆对，最起码我这一个明珠虽然蒙了一点点尘，但是人家有识货的会找上门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光这3个区块就可以看出要如何调整。这只是一个学理观念，所以观众朋友你的这个问题，我没有正确的回答，我只是把可能为什么不会有好的姻缘出现影响的原因，把它做一个介绍。不是，那这样子听起来，我们比较容易可以自己直接做调整的，大概就是1跟3了，姓名跟阳宅。对，姓名。对，那如果跟父母同住的话，我们又改不了阳宅，那女生可以改自己的这个梳妆台房间嘛？那男生可以到外地去发展，另外买房子、租房子，
那个房子又是再造我们的生机。所以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住，就好比人家讲说，做生机，做生机。对，我在这个房子里面是，非常有红鸾心的。对，那我住进来，无形中就会有很多的异性缘就会爱上我。OK，所以我只是不回我的老家那边住，是离乡背井，外地求发展而已。对，所以如果我是男生，你也鼓励说，外地求发展，自己就算租的房子，租的、买的，那对，只要找对了就可以。对嘛？OK， 所以这个男生来讲，阳宅就是我出去租房子，也不要随随便便只是为了找便宜。如果找一个好的坐向，好正确的，还帮我们自己增添人缘，对不对？再次感谢老师，谢谢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我相信这一题范围真的很广，没有所谓一定正确的答案，但是老师借由3个姓名阴宅、阳宅，浓缩一下重点，让我们知道说，我们可以从哪些去做调整，是可以立刻得到一些好的改变的。大家都希望可以得到好人缘嘛，那记得好人缘先从分享开始做起，分享的越多，人缘越好，特别是这么好的知识跟智慧，一起分享给你周边的朋友，订阅、按赞，才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次的影片喽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